我们上一集讲到小霸王孙策的上一部分，《三国演义》第10，讲到了第61页，他来设了一个计，没想到薛礼中计啊，出城追赶他，以为孙策已经死了，没想到伏兵四起，有一个将军窜出来，正好就是孙策，吓得他们那些军士抛弃刀枪，知道自己中计了，马上就投降了。那个薛礼呢，也死在乱军之中了。孙策就得了末领，安民已毕呢，就跟周瑜商议去攻打泾县，去捉太史慈。那太史慈不是逃到泾县去了吗？周瑜说，泾县那个地小城低，太史慈肯定很难坚守啊，可以在路上伏下一军，必能擒他。周瑜还是蛮聪明的，计谋蛮多的啊。孙策就领兵来到了泾县，三面攻打，留了一个东门，故意留了个东门，就是让太史慈从东门逃跑啊。然后当天晚上，孙策就让这些小兵偷偷的爬上墙头，放起一把火来。太史慈正在这个城中巡逻，一看，哎，着火了，大队人马就冲进来了。他知道肯定是很难防守的，就从东门逃跑了。背后喊声震天呀，追兵都跟着上来了，一口气跑了50里。后面追兵渐远，太史慈累得人困马乏，狼狈不堪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前面有一片芦苇地，太史慈心神略定，放马缓行。突然，这个伏兵出来了，芦苇丛中一声喊，那马就被绊马索绊倒啦。太史慈呢就被活捉了。孙策还是很看重太史慈的，觉得他是个英雄人物啊，把他的绳索剪开，脱下自己的锦袍，披在他的身上，爱才之心呐。一手挽起太史慈走进大帐，一手跟他的将军们介绍太史慈这个英雄人物啊。太史慈看到这个孙策还是这么厚待他呀，很感激啊，就要求投降啊，请降了，要求辅佐孙策呀。孙策设宴款待他。太史慈喝了几杯后，就说他要去回去招降刘繇的将士。孙策大喜啊，站起来道谢。太史慈就告别他了，然后就出去了，说明天正午时间，我就带这些投降的兵士们来投奔你啊。孙策深信不疑啊，但是他的将士们却是大部分都有点怀疑啊，不敢相信他。昨天投降了，今天就走了，是不是诈降啊？第二天，孙策就立了一根竹竿，就看这个日影啊，知道这个影子越来越短，就是最短的时候就是正午嘛。快进正午的时候，太史慈还没回来，将士们都在这议论说：“哎呀，太史慈不会回来了，都不信任他们。”没想到，正在这讨论着呢，太史慈就领着1000多人飞奔到寨，一看日影，正是中午啊，很守信啊。大家都佩服这个孙策啊，有见识，信任这个太史慈呀。部队也一下子就聚集了上万人。最开始江东的百姓一听到孙策到了，还有点害怕，后来他的军纪很好啊，反倒还欢迎他了，想让他来管理。你看，有的还给他慰劳大军呢。孙策还送他们金帛作为答谢。老百姓呢，接受了这些礼物，都很称赞孙策呀。孙策就乘胜南下了，去攻这个吴郡。吴郡就是颜白虎，自称东吴德王。听说这个孙策兵到了以后，就关上城门，不敢出战。他也是做无畏壳嘛，你打我，你粮草不够，你到时候还得退围了3天，他们都不出战。孙策就带着众将士在城下招谕劝降啊。城上每个副将指着下面高声大骂。太史慈开始出马了，心中很有气，取出弓箭对将士说：“这个家伙太可恶了！你看我射中他的左手，
说射他的左手，就不会射他的右手。嗖的一声，正中这个副将的左手，把他钉在墙上。城下的这个将士啊，都在喝彩。这个副将吓得面无人色呀。然后他来见颜白虎，颜白虎他就派他的弟弟颜瑜去跟孙策去讲和，就投降了，准备。然后这个颜瑜大话一说呀，他说：“我们不是来投降的，我们是要跟你平分江东。”孙策一听火冒三丈，就让这个兵士把他绑起来。这个颜瑜看势头不对，拔出佩剑，转身就逃。这怎么逃得了啊？还没出帐呢，就被孙策就砍倒了。颜白虎一听这个消息啊，弃城逃跑啊。孙策引兵追赶，连战连胜啊。会稽太守王朗出来救这个颜白虎，两军就在会稽城外交战。这王朗拍马舞刀，和这个正在和太史慈打的呢，阵后就乱起来了。原来呢是周瑜和程普又杀来了，王朗吓坏了，这肯定是打不赢的。颜白虎杀开一条血路逃进城去了，又准备当乌龟壳了。闭门不战啊！这个时候就知道了啊，这个会稽的钱粮大半囤在这个扎毒那里，一失手，这里就很难保了。孙策一听，连称妙计啊！然后周瑜又进了一个计，大兵一动，王朗就肯定会出城追赶，这个时候就趁机夺取会稽城。孙策听了说：“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取城只在今夜呀。”当天晚上，孙策就下令，在四门放起火，虚张旗号，布成疑兵，大军就往那个扎毒方向就进发了。王朗一听，吓坏了，但是呢，他又觉得他们的旗号一点都不乱。颜白虎说：“莫非孙策是去那个扎毒了？不可不防啊！”王朗就派让这个颜白虎派了5000兵，火速追赶，自己随后接应啊。这又中计了，颜白虎又中了伏兵了。孙策亲自出马了。但是这个有个小将周兴，不自量力，被这个孙策一枪刺死。颜白虎落荒逃走啊，他的5000兵士也投降了。王朗知道这个前面的这个颜白虎也已经败了，城也不敢回了，就派部下一块逃到海边去了。孙策就占领了会稽城啊，地盘越来越大了。孙策呢就占据了江东啊，兵精将足，他就派张宏到许昌上表报奏军功啊，令他做大司马。那时候这些人也想当个小官啊。然后这个张宏派人从许昌回来见到孙策，说曹操不答应封官，还把这个张宏留住了。孙策按耐不住啊，说看我打到许昌去，曹操还敢小看我吗？他是个少年将军啊，确实小看他。这个事情是传得沸沸扬扬的，传到吴郡太守许贡那里。许贡连夜写信给曹操，劝曹操把这个孙策呢召回京师，免生后患。第二天，他偷偷派了一个亲信，把信送到许昌去，想理通敌呀，想通敌呀。没想到这个把他这个信被抓了，这个送信的人被抓了，信也被搜出来了。然后这个许贡的信呢，被他看到了，气得要死啊！把他处死了以后，又去找许贡，说有要事跟他相商。
徐公没有怀疑啊，来到看了孙策，孙策就故意的跟他说：“你看我留在江东好，还是上许昌好啊？”徐公就不敢吭声了。孙策就把那封书信拿出来了，看你还给曹操打算啊，想把我送到死地去啊？徐公哑口无言呀。徐公也被孙策杀了，他的家属呢都逃散在外，只有平时受过许公恩惠的3个家客天天候在孙策的府前，要给这个许公报仇。这还是想做义士啊，想做英雄的。3名相当于他原来许公的门客啊，受过他的一些恩惠。有一天，孙策就带着程普几个人呢到西山去打猎，那3个家客呢就偷偷的跟在后面，就想刺杀孙策。到了西山，突然有一只鹿，他们是打猎去了嘛，正在往这个山上逃窜啊。孙策满心欢喜啊，纵马追赶。这个鹿呢，逃到森林里头就看不到了。孙策就去找，就看到有3个人拿着枪，带着弓，躲在这个林子内。孙策就问他们是什么人呢？他们说他们是韩当的军士，在这里射鹿。孙策没有怀疑啊。突然，这几个人来暗算他来了，拿着枪就来刺他。没想到他这个用力过猛啊，这个箭都掉了，只剩一个箭把了，这质量不好啊。还在危急关头呢，弓弦一响，一箭正中孙策的面额，中了暗箭啊！3个人啊都跟他射箭，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挡啊。然后那几个人就说啊，我们是许公的家客呀，要给主人来报仇啊，就来刺杀他。孙策没有什么兵器，只有一弓，一宝剑又已经丢了啊，只能用弓来挡着。孙策呢就被刺中了几枪，马也受了伤，挺狼狈的。这个时候程普也带着几个人赶到了，孙策就大喊：“有刺客呀，杀贼呀！”这几个人就被砍死了。孙策呢脸上流血了，受伤挺严重的。程普就马上把他的伤口给绑了，把他救回去。孙策呢伤势很重啊，请人医治啊。这个医生呢就是说箭头是有毒的呀，这是毒箭呀。那个时候的医疗水平没那么高啊，毒箭根本就没办法医治了。孙策中了暗箭了，暗箭难防啊，孙策的病就越来越重了。年纪轻轻就想到自己可能已经活不下去了，江东的霸业该怎么办呢？他就被立下遗嘱了，他的弟弟就是孙权啊。他希望各个大臣啊，你们要扶助我弟弟啊，共图大事啊。然后取出他的大印，交给了孙权。我要记住父亲和哥哥的创业艰难啊，要等于是江东都要交给孙权来管理了。孙策又望着他这个母亲说：“请母亲啊，教训弟弟啊。内事不决，可问张昭；外事不决，可问周瑜啊。”孙策长叹一声啊，可惜周瑜不在此地啊，我不能当面嘱咐他呀。希望他尽心辅佐我弟弟啊。当天晚上就死去了，年纪还只有26岁，年轻啊，小霸王。周瑜得到了消息以后，就来奔丧啊。周瑜拜伏地上，尽心竭力的要来报答知己啊。周瑜后来又跟孙权推荐了鲁肃，就任用贤能了。孙权就是利用了这个要周瑜和鲁肃一文一武啊，据守江东，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。好的，这一本小霸王孙策就讲完了，很可惜啊，年纪轻轻就死在了暗箭的
见下。我们下一集是辕门射戟，也是很著名的故事。吕布，我估计已经是绝唱了，《三国演义》里的绝唱了。好的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。